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說，怎麼樣去把芥子的金屬取料，然後我們做了這兩種不一樣的取料方法。一個是我們直接用銀線去碾壓成板狀，然後再去順着這個芥棒去繞圈圍起來的一個成型的方法。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直接是計算芥子的需要的長度，然後把你要的板材切下來，然後再去彎折，讓兩端對齊的一個方法。這個兩種方法都是我平常在做板芥的時候會用到的方法。今天我要示範也是兩種不一樣的焊接方式。那在焊接之前，有一些東西是要再跟大家強調一次的。所有的焊接的物件呢，我們在焊接之前一定要把握3個原則。一個就是你的表面要乾淨，像這兩個芥子，我的表面都有在用大概400號的砂紙再磨過一遍，就是裡面跟外面都有用400號的砂紙再磨過一遍。然後或者是你可以再去自酸，然後或者是你用洗碗巾跟牙刷把接觸面再刷過一遍。總而言之，就是你要盡量讓你的接觸面是乾淨的。那你如果已經磨過了，你就手指就不要再去摸到你的接觸面，避免油脂會沾到你的接觸的地方。再來就是我們的接觸面一定要對齊，就是我們的切口一定要密合。它如果不密合，它有一個縫，焊藥就變成說焊藥不是在連接兩個面，它變成焊藥是在填充那個縫隙，這樣子在結構上就會有問題。而且，等到你金屬氧化以後，這條焊線就會變得又粗又寬，也不好看。再來就是如果你接縫沒有很密的話，焊藥擺在中間，那中間有個缺口。等到溫度到了以後，它不知道我應該要往這個面去，還是要往那個面去，它不會直接從接縫的中間流過，它會選擇一邊，選擇比較熱的那一邊流。所以接口一定要密。像上次有跟大家講說，如果接口有縫隙的時候該怎麼處理，就是用鋸的方法，再從原本的路徑再切過去一次。然後它中間這個接縫就會是齊平的，然後你再用上下張力的方式讓它交疊，然後最後是會緊靠在一起。就像這兩個芥子，現在也是做的比較密，有看到它的切口很密。好，那第3個重點就是我們在焊接的時候速度一定要快。其實我們在焊接之前都會塗上助焊劑，但是助焊劑它維持表面乾淨的時間沒有那麼長，所以只要你焊接的速度夠快，它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幫助金屬保持乾淨，然後焊藥快速流動。所以焊接的速度快，它就比較容易成功。意思就是說，你的火是要正確的大小，然後不要製造太多的氧化物。所以這3個重點是我覺得在焊接的時候比較需要注意的3個點。好，接下來我會示範2種不同的焊接方式。那在焊接之前呢，我們一定都要把金屬的接觸面塗上助焊劑。助焊劑它就是防止金屬氧化，那只要金屬不氧化，焊藥就比較容易流動。好，在這個芥子的外側跟內側，你都塗上助焊劑。那我今天會有2個不一樣的焊接法，一個就是，像我自己準備的焊藥都是像這種條狀的、線狀的焊藥，我有時候也會條狀的直接使用，但是我比較大部分會用的是像這樣片狀的，我會把它用碾片機壓扁，或者是用錘子把它敲平，做成這樣比較片狀、比較薄的焊藥，然後或者是剪成直接用條狀剪成這種小塊的。那我可以選擇直接小塊的放上去焊，或者是再把它揉成球狀。因為我們知道我們接觸面只要是像這樣子梯形的接觸面，只要是片狀焊藥的時候，它就會，你就必須得擺在一個平面上，不管是擺在這個面或者是這個面上，它只要這樣擺，那焊藥流動的時候，它就會直接先攤成一攤，然後再往焊線流動。但是我們如果是做成球狀，或者是像這樣子比較小顆的焊藥，
它如果放在接觸面上，它就會直接往焊接線流動，它就不會往上面或者是下面亂跑，它會直接從這個接縫裡面流動。所以不同焊藥的形狀，它會應用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今天要用的是像這樣子，我剛剛說我把它壓成片狀的這種焊藥，小顆的。然後這個做法是我會把它壓在我的接縫下面，就像這樣。那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是因為我剛剛塗上了助焊劑。那我們都知道助焊劑在加熱之後它會起泡，然後有時候你焊藥如果直接都放好了，那助焊劑起泡的時候，你的焊藥就會被噴走。你就要重新再把它擺回來原來的位置。那我現在把它壓在我的接縫下面，一個是焊藥就不會再亂跑了，再來溫度到的時候，它就會因為毛細現象往上面這個接縫跑。然後我在做像包廂的邊框的時候，我最常是這麼做的，因為這樣做其實它就又快，然後焊藥的用量又少，然後它就不會在表面積成一大坨。然後到時候要修就會不太好修，因為我們知道包廂的邊框都是比較薄的。那像介圈的話，當然我們最重要的焊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如何能在焊接完之後修焊藥的時間是最少的，那個就是最好的焊接。好，那我現在就直接焊接給大家看。你可以看到我的助焊劑起泡了，但是我的焊藥不會動，因為它被壓在我的介質下面。好，你看到焊藥它就溫度到了以後，它就攤下去了。那攤下去以後，它就往上面吸。我把它淬火一下。好，那你就可以看到焊藥就這樣往上面吸，然後裡面也看一下它有沒有流過來。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焊藥它分布的比較多，就是我這個焊藥放的還是有一點太多，有點太大片，所以這個就是經驗，就是我們下次在焊接的時候，你就知道，如果是這個寬度跟這個厚度的話，我的焊药可以再小一點點。所以焊藥的大小，這個真的就沒有一定的標準可以用了，它就必須得靠經驗。所以你焊接的越多次，你就越會知道什麼樣子焊藥的大小是適合你這個東西的。好，接下來第二種焊接方法，我想要用到第三隻手。那如果是新手在做介質焊接的話，我會建議說，第三隻手它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可以幫助我們還沒有那麼熟悉焊接的時候的一個工具。那如果在用第三隻手的時候，我會有一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因為第三隻手它基本上它是一個很大的鐵片，那你只要把它碰觸在我們的金屬上面，它其實就是會把熱源吸走的一個工具。如果你是要拿它來阻擋焊接過的區域，它可以當一個隔熱器。但是如果你是要拿來幫助焊接的時候，讓這樣子的工具離你的焊接點越遠越好。比如說我的焊接點現在在上面，那我的第三隻手我就會把它固定在下面，就是離我的焊接處比較遠。這個樣子它就比較不會去影響我們焊接時候的溫度，比較不會把熱源吸走。我們一樣要在焊接處塗上助焊劑，裡面跟外面都要塗上。只要是焊藥要後來放上去的這種焊接法，我們都要先把助焊劑先加熱，讓它作用完。你會看到助焊劑起泡，所以如果你在這之前就把焊藥放上去的話，焊藥就會很容易被推走。好，接着我放上片狀的焊藥，把它放在這個焊接線的中間。然後像這種把它夾起來、立起來的這種焊法，
你要再從外面焊，或者是從戒圈裡面焊都可以。就是意思就是說，你把它倒過來，焊藥放在戒圈裡面，然後從外面加熱，把焊藥拉出來，或者是像現在這樣子，我放在外面，我的火從這個位置，然後把焊藥從上面往下面拉。2種方法都可以。這個就取決於說你焊接完以後，好不好修磨。比如說我到時候外面是不能修的，所以我可能焊藥只能放在裡面。就是說，如果你的這個戒圈表面是有做一些花紋的，那我們外面就不太適合再放焊藥了。那我們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翻過來，像這樣子，像這樣子。焊藥放在裡面，從裡面往外面拉，焊藥放在這裡，然後火從下面加熱，然後把焊藥從裡面拉到外面來。那我們今天先示範就是一般的焊接法，就是從外面焊，然後火從裡面加熱，火從下面加熱，把焊藥從上面往下面拉。好，我先均勻加熱，然後你可以看到，等到我的鑄焊機變得有一點透明狀，我就可以集中加熱在我想要焊接的地方。好，我剛剛說片狀焊藥它有一個問題，就是假設說你一個片狀的在這邊，那你溫度到的時候，它就會這樣流成一灘。那我們如果是球狀焊藥的話，我們可以放小顆的在這個焊接線上，它就可以用很少的擴散面積，然後就把這個縫填滿。我這邊再示範一個用球狀焊藥的效果，你們就會知道，球狀焊藥跟片狀焊藥它的差異在哪邊。一樣，我先塗上鑄焊劑，然後先加熱，把鑄焊劑都作用完。這邊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我這邊有小顆的焊藥，這個尺寸很小。那我把這個焊藥先熔成球狀，然後沾一點鑄焊劑放上去，不然它會粘在我的鑷子上。為了避免說我如果只放中間的話，它可能兩端會有一些空隙，所以我放了3顆小顆的，在前中後都各放了1顆。好，先均勻加熱，等到鑄焊劑稍微變得有點透明了，我就可以集中加熱在這個焊接處。好，焊接完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效果。好，你可以看到，我們用球狀焊藥焊接的話，我就可以比較精準控制我這個焊药的量，然後它擴散的面積就不會太大，主要是集中在這條焊接線上面。那如果已經焊接的縫已經滿了的話，它就幾乎不太會流動，它就會停在這邊。那我們只要把這個凸起的地方稍微磨掉就可以了。然後你可以再翻過來看一下，裡面是有流滿的，這樣子就是可以的。所以這個焊藥的形狀跟你的用量就會稍微有一點連帶關係。這個是剛剛用比較大塊的片狀焊藥下去焊的。那你可以看到，它雖然比較會擴散，但是它一定會流滿。這個就是取決於你自己決定說你要焊藥流得非常剛好。我甚至說焊藥不夠我可以補，但我就是不想要有多餘的花多餘錯修的時間在這個上面。然後那這個就是保證說我這個用量就稍微多一點，那它就可以保證我所有的縫隙都可以被填滿。
不一樣的漢藥的用量，還有漢藥的形狀，就取決於你在什麼樣子的狀態下面來使用。那都給大家一個參考。這個漢藥的量，真的沒有一個標準，所有的東西就是要依照你的需求還有你的經驗來做調整。我們焊接完先不要急着把戒指整圓，我們先把內圈的焊藥稍微修掉，把它整個面都修平了，我們再來整圓，才會比較平整。不然你裡面凸了一塊焊藥，你敲起來，你的戒指整圓它就不會圓。你可以看一下我這個焊藥，其實沒有擴散的很多，所以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拿比較細的銼刀，半圓形的銼刀，直接先把裡面的焊藥先修掉。我們在修戒指內圈的時候，有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我們不要在同一個定點這樣前後來回戳。雖然焊藥是修掉了，但是它會讓你的戒圈裡面出現多了一個凹槽，這樣子就不對了。我這個焊藥是這個方向的，那我的銼刀可以稍微拿斜一點點，有一點15度角的感覺，然後在它的前後大概2 mm 的地方一起戳它，這樣子我錯修的它就不會是只有這一個凸起來的焊藥，它會把前後當成一個平面的基準。我如果這個面錯了幾下，我就會把它翻過來，在另外一面也這樣，也照着一樣的位置這樣子戳。你這樣子戳比較不會，你戳到最後發現你整個面是斜的。好，我們搓修到裡面的焊藥都已經平整了以後，我們就可以先來調整我們的戒圍。就是因為我們剛焊接前有稍微壓了一下接縫的地方，讓它比較平整，所以我們現在要再稍微把這個圓形敲回來。你這個面敲完以後，你要把它反過來，再敲另外一面。因為我們這個戒棒它是這個錐形的，所以如果我們只敲了一面的話，我們戒指會有一個傾斜的角度，所以兩面都要敲過。好，確認它都平整了以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還有沒有哪裡不圓，就可以再補一下。然後，當我們戒圈都已經整圓了之後，我們再來修磨外面的這個比較大顆的焊藥。那如果你覺得它的那個焊藥比較凸的話，我們可以用稍微粗一點的銼刀先戳。在戳的時候也是要有一個手勢，是有一點弧形的這個手勢，就是從下到上，然後再下去。這樣子一個弧形的手勢，它就不會戳到最後這個面變成一個平的面。那一樣，我們戳的時候要在這個焊接線的前後也多戳掉一些面積，這樣子過渡才會比較漂亮。我們可以戳一戳，可以稍微看一下你的側面，因為有時候你戳過頭的話，你的側面就會很明顯的看到這個焊接線的地方會變得比較薄，這個就是戳過頭的一個痕跡。那所以我們裡面戳完，外面戳完，都要隨時拿起來看一下我的側面有沒有這個地方有沒有變薄。等我們確認戒圈的外面跟裡面都已經錯修完了以後，我們就可以接着處理側邊的這個焊藥。側邊除了有時候會有一些焊藥流出來之外，有時候我們在對齊的時候，它有一些錯位，我們也可以趁這個時候把它磨掉。然後記得我們每次在修磨的時候，不要一直磨都不停下來。我們可能磨個幾下就得拿起來看一下，有沒有哪裡還沒磨夠，或者是有哪裡已經快要磨過頭了，所以就要停下來。好，當你側面都磨完了以後，你可以再確認一下有沒有哪邊是有比較突出或比較不平均的地方，可以再修磨。那都確認沒有地方需要修磨了之後，我們就可以用砂紙棒，從400號開始磨，然後再磨到600號、800號，然後1000，然後接着就用拋光土去拋光。那這個部分我就不特別示範了，我就是大概跟大家用講述一下這樣子的做法。這個之前用
板材下去裁切下來的這個，它原本的兩邊的邊緣就比較不平整，所以我們也可以在整圓之後，用稍微再粗一點的砂紙直接研磨。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焊接界圈之前沒有特別處理這兩邊的原因，因為你在焊接完重新整圓之後，再來這樣子研磨，它的速度是快很多，而且會非常平整。你如果事先就去磨，你不能保證你磨的這兩邊都是很平的，所以先後順序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這個就是我今天的板介教學。那大家如果對我的教學內容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或者是告訴我你對哪個部分有遇到障礙，或者是有困難需要我解決的，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那我也很謝謝大家加入我的會員。如果想要看更多精工的小技巧，也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嘍，拜拜。